夜晚，女孩睡熟了，变态男从床底爬出，用他的淋浴洗澡，用他的牙刷刷牙，甚至还钻进被窝，赤身裸体的抱她入睡，就像在自家一般。而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了1个月之久。但令人困惑的是，女孩不是个马大哈，相反，她虽然独居，却很有安全意识。看见这个迎风飘动的男士内裤了吗？还有摆在门外的男士皮鞋，全部都是障眼法。不得不说，她很细心，就连上班时门锁键盘上莫名出现几个指纹，他都留意到了。着急上班的他来不及思索，只好合上盖子离开。当晚回到家后，门锁盖竟然又被打开了，不禁让他联想起近来的怪事。每天起床后浑身莫名的酸痛，昨天刚买的牛奶早上就没了，明明盖上的马桶盖却被掀开，而这些都是偶然吗？门把手被人疯狂扭动，似乎有人要闯进来。待他停下，小美踱步走去，把门打开，走廊上空无一人，不过门口却留下一个烟头。可一根烟头又能代表什么呢？至少在警察的心里是这样想的，他们认为小美是个疯婆娘，毕竟这不是她第一次报警了。但疯的不是小美，而是这个变态。这晚他又来了。隔天，小美回想起这些事儿，她打算换个房子。想要换房子就得有票子，可谁能扛住天天晚上被人下药啊？业绩直线下滑，于是为了挣钱，即便面对猥琐男，小美还是使出了美人计。실례지만 고객님 결혼하셨어요? 예? 아니요. 아직. 但当小美看到她的存款几乎为零时，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猥琐男感觉面子上过不去，当场大闹。但在银行闹，你真是选错了地方，分分钟就被保安赶走。他潜伏在此，等待小美下班，想要来硬的。幸好主管路过，不仅救下小美，还把她送回了家。小美心有余悸，偏偏今天家里的灯坏了，打开手电，后方又响起了敲门声。小美被吓得是魂飞魄散，原来是主管来给她送落在车上的包，顺便进门帮她修好了电闸。等等，不对，敏感的小美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和主管说过家里的门牌号，那她是怎么知道的？ 뭐가요? 저희 집 호수요. 601호. 아, 그게 小美不寒而栗，她瞬间怀疑主管就是那个半夜撬锁的人。于是小美喊来警察，可在打开门后，她就傻眼了。主管的尸体被吊在门上，就这样，小美被带到了警局。警官的脑回路也是清晰，他怀疑小美联合他人杀死上司。虽然因为证据不足，小美被释放，但也因此让她丢了工作。小美不甘心，想查监控找线索，没想到走廊的监控都是模型，只有电梯里的才是真的。小美无功而返，偶然间她捡到了一张门卡，瞧这模样很有可能就是这栋楼的。她开始一个个房间的试，终于在自家的楼上打开了别人家的大门。房间似乎很久没人住了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在闺蜜的帮助下，两人调查出一些信息。房主是个女人，每天会在固定时间去小区便利店消费3200元。两人决定去便利店堵她。等待时，她发现桶面、牛奶、三明治这些都是3200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们将目标锁定为红帽女，但在岔路口时把人给跟丢了。事后，小美路过一家门口，这里堆放了好多3200元的泡面桶。她对这个数值很敏感，仔细一看，这家门锁竟和自己家的一模一样。小美鬼使神差的输入密码，难以置信的是，门开了。时间紧迫，小美决定孤身犯险，一步步走进房间，床上竟绑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。还没来得及报警，外面传来了开门声。慌乱中，小美躲进床下，只听见走进来的男人对女人说自己已经转移了目标。小美明白，这个目标极有可能就是自己。终于等到神秘男离开，小美偷偷溜到了门口，结果这时电话响了。 핸드폰 떨어뜨리셨네요. 전화 될까 받을까요? 小美疯狂逃跑，求救无门，她躲进角落里，迟迟不敢出来。突然，卷帘门被抽起，小美懵了，几乎被吓到瘫痪。与此同时，闺蜜和警察及时赶到，神秘男落荒而逃。小美太过于紧张，完全没看到神秘男的面貌，只记得他戴着一块复古手表。警察不再怀疑小美，很快把目标锁定为戴复古表的猥琐男。别怪人家怀疑你，谁让你没事瞎溜达玩跟踪的？猥琐男坚持说不是自己干的，但警察几乎可以确认，他就是
凶手，只要等匹配了指纹就能正式定案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小美连夜搬了家，本以为一切会好起来。 효주야? 是一份快递，里面正是自己丢在凶手家的手机，而自己熟睡的照片接二连三的传了出来。正看着她接通了闺蜜的视频电话，画面中神秘男已偷偷藏入了闺蜜家中，任凭小美大声呼喊，闺蜜完全听不到。小美二话不说，直奔那里。 说来也是服，猥琐男贼心不死，这都啥情况了呀？你还要找小美喝咖啡？倒霉猥琐男再次成为嫌疑人被抓，警察安抚小美，并送给她一个监控摄像头。这天，小美来到了超市，碰到了之前的物业管理员，寒暄一番，小美正准备离开，突然她觉得不对劲儿。 顿时惊慌失措，跑回家把门层层上锁。此时警察打来电话，提醒他千万小心，猥琐男被杀了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小美呆坐在床上，一扭头，桌上多了一碗粥。难道？ 神秘男就是管理员，小美被他迷晕，再次睁眼时，她已成了上一个女孩那样，身后是抱着她的变态杀手。男人像抚摸玩具一样摸着她的头，他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。突然，而这彻底激怒了神秘男。小美用尽最后力气逃出房间，一层一层又一层，楼梯好像没有尽头。另一边，凶手慢悠悠的寻找。 发现端倪的警察顺着线索终于找到了这里。经过一番打斗后，小美眼睁睁看着警察死在自己的面前。在拼命的扭打中，两人被压在了柜子下，而管理员正好被一根钉子扎入后脑。小美则被判定为正当防卫。电影的最后，她再一次搬了新家，这事儿带给她的阴影着实不小。搬家后，她总忍不住看向床底。 这部电影名叫《门锁》，看完后老弟强说，以后买床再也不敢买半空床了，害怕床下有人呐。